还怎么也没有想到，那个看起来像个废物的男路人，他的真实身份居然是史上最强队伍的队长。他本想低调的离开，却没想到被小迷妹逮了个正着。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，男主真的只是个普通的路人角色，只因他儿时玩伴一个个都是强的离谱的龙傲天，不想拖大家后腿的他本打算退出队伍。当他正要艰难地说出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伙伴们却忽然将他选为了队长。だからお前やれよ、リーダー。は？が全ての始まりであり、終わりだった。宝藏猎人这种职业在这个世界非常热门，猎人们会去寻找四散在世界各地名为藏宝殿的遗迹，将埋藏在其中的宝贝拿到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会和被称为幻影怪物战斗，是种冒着丧命风险将财富和名誉弄到手的职业。今天的这间酒馆仿佛非常热闹，在帝都极具影响力的战团初始的足迹，他们正在举办一场招募新进队伍成员的面试。对于猎人来说，单打独斗是有极限的，所以到达一定程度后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加入一个合适的队伍，然后跟伙伴们一起变强，挑战更高的极限。忽然身后有个女孩向男主打招呼，大家看起来都剑拔弩张了，让我感觉有点讨厌。不过你看起来好像很好交流。私はルーダルンベック。最近レベル3に認定されたばかりなの。路达之前一直都是单刷的，但是最近遇到了瓶颈，所以今天才会来到这里寻找合适的队伍。忽然旁边的一个大叔打断了他的讲话，初始的足迹可是帝都数一数二的战斗，可不是你这种外行猎人能来的，等级3在这里根本就不够看的。趁现在还没受伤，赶紧滚回家去吧。路达也不惯着对方，毕竟人家战团都没有规定等级限制，你在这里叫唤什么？何よ、やろうっていうの？やるならどうするってんだ？不过立马就有人出来制止了他们，如果你们继续闹的话，就直接失去了加入我们战团的资格。听到这句话后，路达瞬间就收起了匕首，并硬挤出了营业的笑脸，而大叔也做出了相应的妥协。进入会场后，路达有点被震撼到了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游击团，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多猎人来这里。当他听到男主已经是第5次来了，他还以为男主已经失败了4次。ごめんなさい。別に謝ることないよ。而男主根本不在意，毕竟猎人这个行业最注重的就是实力，有才能的人转眼间就能出名，没才能的人就要紧紧抓住寥寥无几的机会。之后比较熟悉这个场所的男主开始向路达介绍一些队伍的信息，其中这个被女孩包围的队伍叫做圣灵的玉子，是这次招募成员队伍当中最强的，他们仅靠6个人就攻略了等级7的宝藏殿。坐着的那个金毛亚克就是他们的队长，他可是等级7的猎人，一般的猎人只要得到了他的认可，肯定就能够混得出人头地，但可惜的是在这个场所他好像从未录取过成员。一番奥の机は誰もいないけど。之前的那个大叔忽然出来装逼了，你们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？那可是创立了初始的足迹这个战团的队伍探灵的桌子。探灵是数年前来到这个帝都的一支新队伍的简称，里面的成员都有着非常卓越的天赋，他们很快就成为了帝都数一数二的队伍，全名叫做叹息的亡灵，也就是男主儿时玩伴们的队伍。大家得到情报探灵正在招募新的成员，所以今天才会有这么多优秀的猎人汇集于此。忽然一个红毛窜了出来，他见到探灵居然还没人出现，非常失望，并开始气急败坏。我总有一天会成为最强的猎人，猎人等级也来到了4级，让我加入探灵可是你们的荣幸。身ほど知らず、叩き出す。お姉様がいたらきっとそうする。ストレンジブリーフにふさわしいのはこの私。おー、やれやれ！周围的猎人忽然都开始起哄，让两人争个高下。而男主见情况不对，立马拉着路达离开。要是被牵连进去，可是会出人命的。但没想到刚走2步就被小迷妹给发现了，对方一个瞬间就出现在了他的前面。何してるんですか？マスター。いつからいたんですか？やあ、クライ。遅かったね。クランマスターにしてストグリのリーダーである君が来なくちゃ話にならないからね。原来男主就是这个战团的创始人之一，他和儿时的玩伴们组成了最强的队伍叹息的亡灵，并成为了这个队伍的队长。时间来到男主小的时候，身为普通人的他本没有什么宏远的理想，但儿时的伙伴们却不一样。最強の英雄だ！在大家的呼吁下，男主也跟着他们一起成为了猎人。但随着年龄的增大，男主渐渐发现自己的才能和大家完全匹配不上，伙伴们都有着怪物般的资质，而身为普通人的他迟早会成为累赘。虽然大家都非常善良，并没有说出口，但是我必须做出决定，那就是退出这个队伍。而在他下定决心向大家宣布的时候，うちってリーダーいないだろ？だからお前やれよ、リーダー。は？在那之后的几年，队伍渐渐变得越发强大，而平凡的我直到现在都还是拥有着才华洋溢的儿时玩伴们的队长。但身为一个普通人，我始终还是想要从这个身份上隐退。画面回到现在，原本高傲的金毛亚克和蒂诺都竞相向男主争宠。蒂诺是男主的儿时玩伴之一的小丽兹的徒弟，有着非常高的天赋，最大的梦想就是加入他的队伍。但男主的队伍现在并不缺人，而现场确实有不少好苗子。之前的红毛和蒂诺都很不错，不如直接将他们介绍给亚克吧。于是乎，男主想到了个鬼点子，他宣布只要有人能够抢到他手上的这个戒指，他就把那个人推荐给圣灵的玉子。
戒指掉在地上，大家感觉自己都有机会，开始相互争抢，于是整个酒馆就乱成了一锅粥。趁着现场混乱，男主就先溜了。第二天，之前酒馆大乱斗的事情上了新闻头条，现场发生了大爆炸，所幸并没有出现伤亡。但是探索者协会分部长要见你一面，男主原本只想省事，没想到居然出了这种大事。见到副部长后，男主直接来了个虔诚的下跪式磕头道歉。虽然副部长和男主是老熟人了，最后损失也不是很大，男主道歉的态度也不错，但这件事还是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。为了维护猎人圈的和谐，他还是要做出相应的惩罚，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惩罚游戏，让被惩罚的对象接下一些报酬少、难度高的委托。男主在其中挑选了一个等级3的任务，好像看起来还挺简单的。他本想把这件事情抛给亚克，但好巧不巧对方刚好不在。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蒂诺一个人。マスト。お？ティノが取ったんだ。蒂诺还以为男主找他有什么好事呢，没想到是让他去做无聊的惩罚游戏，立马就闪开了。而男主在这一行混这么多年也不是没有手段的，瞬间又把他抓了回来。蒂诺开始抱怨了，我才刚刚达到等级4而已啊，想要一个人救出5个人是不可能的，上面写着难度濒临死亡的极限啊。男主仔细看了一眼，发现这任务确实不简单，于是便承诺不会让他一个人去。但怎么也没想到，那个大陆中唯一一个等级8的最强者，竟是眼前这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家伙。他不想听从比自己弱的人，于是向男主提出挑战。可没想到，想要当男主的对手，就必须击败和自己同等级的蒂诺。而蒂诺根本看不起红毛，直接丢掉自己武器要手下留情。这瞬间激怒了红毛，自己也是等级4，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女人？于是他也丢掉了武器，要和蒂诺空手单挑。可红毛怎么也没想到，蒂诺的体术强得可怕，仅是瞬间他便闪现到自己面前。虽然勉强躲过了第一决，但根本防不住那没有攻击间隔的回旋体。蒂诺向男主邀功，打赢了这场就得请自己吃冰激凌。而红毛非常不服，还要继续战斗。说着便再次冲了过来，但却被蒂诺轻松躲过后，直接接上一手锁喉。在被折磨了整整2分半后，红毛爆发出毅力挣脱了束缚，可没想到自己刚站起来就再次吃了一发手包，然后瘫倒在地。这让红毛怀疑人生，自己从小就梦想成为猎人，如今竟被一个女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蒂诺表示，如果你不服，那就拿起武器继续战斗。这时男主给了红毛台阶下，他知道红毛是和同伴实力差派过，所以才推出队伍来这里，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，只是他遇到的状况并没有舍弃队友。这话瞬间震惊了红毛，要知道叹气的亡灵中的每个人都是帝都数1数2的强者，而男主在对待这些家伙时，竟然是选择没有抛弃他们，难道这就是等级8强者的宽容吗？这时男主用脚触碰红毛的宝具，直接引发了宝具所能释放出的最大威力，而身在其中的男主毫发无伤，还感叹了下这是把好剑。红毛直接看傻眼了，自己用到现在都不曾见过炼狱剑有这本威力，而男主竟然连剑柄都没握，就引发出这样的力量。此刻红毛再也不敢瞧不起男主，这等强者完全不是他能够挑战的。可红毛怎么也想不到，其实男主确实是个菜鸟，之所以没有受伤，是因为他整天携带着各种戒指型宝具，就比如手上的反弹戒以及防护自己的结界戒。而炼狱剑这种宝具，男主的收藏多的是，只需看一眼就知道使用方法。随后男主找团员帮自己的宝具补充魔力，他们听说男主将蒂诺指派去了白狼巢穴做任务，虽然那里之前的认定等级是3，可最近发生异变，连等级5罗杜夫的队伍都在白狼巢穴失踪了。男主听后瞬间懵逼，他当时只想接个最简单的任务，可没想到这竟然是个连等级5的高手也无法攻略的迷宫，于是他立马表示有急事要先离开，因为红毛宝具的魔力被他用完了，如果就这么过去做任务那就完蛋。而另一边蒂诺向大家说明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，男主肯定是知道了白狼洞穴发生了什么，才指派我们过来，而我们能组队也并非偶然，全在男种算计之内。红毛觉得不可能，他们昨天才第一次见面，但一想到男主连自己曾经的往事都知道，又开始有些不确定。蒂诺表示男主有着帝都所有猎人的情报，就算没有见面，想要预判你们的行动或想法也并非什么难事。被这么一说，3人也有了魔密，看来之前酒馆那件事也在男主的算计之中。蒂诺说道没错，男主完全掌握着这个状况，不管发生什么事也都在他的算计之内，但蒂诺怎么也不会想男主其实啥都不知道，现在正为白狼巢穴的任务口他想找人救援，可天色已晚，根本不会有人帮忙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只能自己出马，赶在4人到达迷宫之前阻止这些人。男主直接打开了自己的包，然后带了一堆超强力宝具。秘书看后很敬佩男主，即便都是计算部的士禄，但您果然还是会搬新马。男主表示自己想出去散步而已。这时秘书发现男主带了个补带道具，男主当场装傻，自己怎么可能带违法地博行的东西？但其实就是攻击性道具的魔力早就被他用满了，现在只剩下这个名用。然行ってくる。散歩。安全性ゼロ。少年是个没有任何能力的菜鸡，可在别人眼里却是个恐怖的存在。不仅拥有17条命，在狼骑士的围攻也能轻松应对，随手一发的弹戒更是威力巨大。而这一切不过是旁人的过度解读。无论是手上的弹戒，亦或是脖子上的胶囊，都是华而不实的宝具。自从蒂诺小队杀掉狼骑士后，基尔伯特的炼狱剑因魔力耗尽而失去了效用，而大部分魔力都是之前男主装逼时耗光的。小队里也没有能帮忙补充魔力的魔导师，于是路达提议撤退。格格雷格也认为事态严峻，撤退是明智之举。蒂诺却坚持执行援兵计划，他坚信男主的决策必有深意，认为男主故意耗尽炼狱剑的魔力，是为了提醒他们不要依赖宝具，
于是小队被迫继续前进，来到了白狼之巢附近。他们潜伏在暗处，观察着宝藏殿入口的警戒狼人。蒂诺分析指出，这个巢穴原本是按照银月狼的大小设计的，这些高大的狼人在其中行动会受到限制。吉尔伯特提议突击进入巢穴，先解决弓箭手和火枪手，但他的计划被蒂诺否决了。蒂诺提出了一个更为稳妥的方案，他决定由自己和路达去吸引敌人的注意，而格雷格和吉尔伯特则趁机攻击敌方后卫。只要拉近距离，火枪和箭矢的威胁就会大大降低。这个方案十分有效。蒂诺已经看穿了狼骑士最大的弱点，他们拥有强大的力量，彼此之间却不存在合作，他们靠临时配合培养出的默契也能应付。所以这一切都和男主预想的一样。总之，男主是神。解决掉他们后，小队继续前进。蒂诺停下了脚步，他闭上双眼，将手掌贴在墙壁上。经过一番仔细的感知，得出结论，里面很可能就是头目。听到蒂诺的判断，格雷格再次打起退堂鼓，蒂诺却对他进行开导。安全的委托不会让人获得成长。格雷格被比自己年轻不少的蒂诺如此开导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蒂诺认为，格雷格之所以参加足迹的招募活动，正是希望能突破现状。他相信男主就是基于这点才把格雷格编入队伍。这个委托是让格雷格突破现状的大好机会。所以男主是神。在蒂诺的鼓励下，格雷格重新燃起了斗志。进入房间后，他们发现里面盘踞着一只凶猛的白狼。通过默契的配合与拉扯战术，众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制服。正当众人以为结束时，突然有个东西突然破空而来，蒂诺一个闪身躲过，在看清来犯的敌人之后，门口竟然站着4只和头目一样的狼骑士。蒂诺在警戒的同时瞄了眼右侧通道，这条狭小的走道能够有效限制敌人的行动，减少需要同时应对的对手人数。于是命令队员逃向那条通道，移动期间由他来殿后。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，白狼立刻把小道给打住了。于是基尔伯特和格雷格打算吸引他们的注意，让他们快逃，反正再这样下去只会全军覆没，这么做总比团灭好多了。格雷格知道这是常有的事，只不过这次倒霉的轮到他们而已。蒂诺对此却不认同，探灵师自创立以来就没有缺少任何一名队员的罕见队伍。突然他想起自己在招募会场从基尔伯特手中抢走的戒指，于是他要求队友掩护自己，而他负责瞄准白狼的眼睛。格雷格和吉尔伯特闻言，立刻一左一右的向前发动攻击。蒂诺抓准时机盘出戒指，一道光芒闪过，白狼捂着眼睛发出痛苦的声命。基尔伯特见状，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攻击时机。蒂诺想要阻止，太近来不及了。基尔伯特被粗壮的手臂弹开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他为自己的错误判断感到抱歉。但蒂诺并没有责备他。关键时刻，男主误打误撞飞了进来，顺便把那只白狼撞飞了，这可把其他白狼给激怒了，一刀砍在男主身上，却被他身上的宝具轻松抵挡。见此，他大放厥词，说自己有17条命，随即弹射出的魔法子弹精准击中他的头部。承受了攻击的白狼毫发无伤的起身，男主也没办法，事已至此，只好取下脖子上的胶囊，然后才用力朝狼骑士们的方向扔出去。狼骑士们当场慌了手脚，男主立刻叫小队跟他一起逃跑。少年只因喜欢收藏各种道具，却没想到锻炼出了队友强大的实力。扰乱感官的手环造就了粉毛远超他人的身体素质，而控制心智的诅咒魔剑让红毛得以释放本性，一跃成为了世界最强的剑圣。至于始作俑者的男主，更是水涨船高，如今被世人称之为至高无上的千变万化。奈何本身实力连小怪都难以打倒，只能依靠收藏的宝具才能勉强存活，也因此现在内心有些火大。明明队伍里有着2名擅长侦查的盗贼存在，可就是没人要走在队伍的前头承担风险。殊不知其他人早已将男主作为主心骨，就连麋鹿也只当是训练的一环。怎料歪打正着，他们在路上竟找到了此次任务的失踪人员。在一番救助之后，几人也了解到了迷宫还有着更为强大的怪物，也即是对方将全员5级的小队彻底击败。此时失踪的人员早已被吓得胆寒，虽然不停表示怪物拥有着红毛剑圣同等实力，但换来的却只是男主暗暗吐槽。毕竟如果有着千剑那变态的强大力量，那众人也没法存活至今。不过以他们目前的实力，的确打不过对方，因此男主便借口将领队任务交给蒂诺，让他来带领小队寻找逃离的方向，并贴心的提醒要注意照顾伤员，不能奔跑，毕竟自己完全跟不上他们行动的速度。谁知刚走不久便遇到了那只恐怖的怪物，仅是随意散发的气势就压得众人喘不过气。而更让蒂诺感觉到绝望的是怪物背后突然出现的熟悉身影，就连男主也有些困惑，不理解等级6的伙伴为什么会找到这里。リズちゃんやんけ！在众人惊讶连连的目光中，丽兹走到男主面前，缓缓摘掉脸上的面具，并交还给了无意间丢失的剑形宝具。待到其他人询问丽兹的身份，他又突然换了一副生人勿近的恐怖面孔，扬言叹息亡灵的大名已经响彻世界，却没想到帝都的冒险者竟然没能认出。但令丽兹感到火大的是，徒弟蒂诺那只会依靠他人的弱小实力，只是清理一堆简单的垃圾魔物，居然也能让他这个师傅丢尽脸面。红毛还打算当和事佬，结果被一脚秒杀。粉毛开始问责蒂诺，身为自己的徒弟，为何连这种小怪都无法打败？蒂诺疯狂道歉，男主眼看差不多也开始劝粉毛消消气，夸蒂诺已经表现得不错了。听到这话的粉毛也好受了些。此时魔狼已经从那角缓过来，还叫上了自己的加特林老弟。
老弟一顿加特林扫射，结果没什么卵用。粉毛越想越气，他要好好打爆眼前2只让他恼火的魔物，并让徒弟蒂诺看好了面对这种垃圾小兵如何正确击杀。接着空手接白刃，粉毛就奇了怪了，像这种这么垃圾的魔物，不就左一拳右一拳，接着往死里打不就能解决的垃圾，他就搞不懂为什么蒂诺会打不过。蒂诺也是被这一幕给吓出了阴影。男主虽然觉得蒂诺有点可怜，但也不得不说确实是实力差距过大，自己这个青梅竹马可是等级6的绝影天才。栗子，男主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关键时刻用的宝具不是空壳弹，而是能毁灭世界级别的史莱姆生物。而这个宝具的由来是青梅竹马中的西朵莉将给男主保管。他唯一交代的就是让男主不要轻易放他出来，否则有可能会让一座城镇灭亡。男主让他放心。回到现在，男主心慌的到处找史莱姆的身影，他知道自己闯祸了，但当时的情况自己又不得不去使用它，结果却是无事发生。男主不停地安慰自己，应该不会出太大的事，但这种闯了祸后的心情让他彻夜难眠。艾娃找到男主，通知他探邪的人找他商议前几天白狼巢穴一事，但男主现在又岂会有心情管这事？他问艾娃最近帝都有没发生什么事，见状艾娃知道男主是让他去查的。男主真是服了，当他不用，每次自己说的话都被过度解读。在询问了粉毛他们的位置后，男主过来却发现门口站着一群月，门口这位是黑金十字的队长，等级6的探索者。由于粉毛的训练太残暴，他们纷纷都不敢进去，让男主进去劝劝。男主没办法，只能进去。里面的蒂诺已经被揍趴了，粉毛让他快点继续，否则就去死。就在粉毛打算做掉蒂诺时，男主阻止了他。见到是男主来，粉毛也是收入，不停地责骂着蒂诺太松懈，明明他的才能在自己之上，实力却如此拉胯。男主让他不要那么痛苦，训练要循序渐进。粉毛在男主的劝说下怒火也平息了很多，但这时蒂诺却表示自己还能练，看到男主后他又充满力量。男主无语了，这种家伙救了也是白救，让他们练去吧。接着男主与几人聊起了白狼巢穴变异一事，男主是越想越烦，要是这时亚可没出差，这种小事他分分钟能解决，真希望他能早点回来。而在一旁人眼里，却是男主对于这件事表现的从容淡定。探邪这边因为变异一事也感到奇怪，他最在意的是为何男主会亲自跑一趟，等明天一定要去找男主问清楚。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他们空界之塔做的，他们现在也感到苦难。没想到这次实验引来了男主这个高级猎人的关注，但他们不打算就这样放弃，他们会继续做实验。一人スライム、マジでやばい。粉毛也被男主给吵醒，男主真是服了，怪不得自己会被热醒。接着粉毛邀请男主一起去约会，男主同意了。分部长光头一大早就来找男主，刚好撞见要去约会的两人。粉毛见状一脸不高兴，让光头别破坏他的约会。光头在看到粉毛也是震惊，粉毛不应该在前线的万魔城攻略等级7的宝藏店母，回来也不报告一声。粉毛没有理会，让他好狗别挡道，这也成功惹恼了光头。两人开始释放斗气，接着便打了起来。男主熟练地找到光头的秘府，让他上楼喝一杯。男主知道他们找自己有事，他也直接坦白，对于白狼巢穴变异一事他没有任何欲，让他们等亚克回来后让他去处理就行了。男主此刻才没心思担心这些事，他更害怕的是史莱姆找不到这件事。此时粉毛和光头还在互殴中，由于光头长时间坐办公室的缘故，实力完全不是粉毛的对手。被不断嘲讽的光头已是被成功激怒，打算拿出全部实力。まだやってるし。戦機の二つ名は未だ。男主表示该谈的都谈完。接着男主带着粉毛出门逛街，粉毛炫耀着刚刚戏耍光头的表现，并告诉男主就光头的实力在万魔城都混不下去。于是男主好奇地问他，前几天白狼巢穴的 BOSS 对比那边的魔物子，粉毛表示小兵都不如。男主问粉毛，假如这个城镇灭亡的话，他会怎么做？粉毛表示和男主逃跑就算了。这时粉毛将包扔给男主，下一秒他就抓住了一个跟踪他们一路的。男主让他放手，粉毛这才意识到男主原来早就发现有人跟踪，是故意放跑他的队。此时跟踪的人也是一脸懵，不知为何男主要放跑自己。どうして宣伝なんて俺を言い出した？目的は何だ？警告か？くそ、どこまでバレてんの？牛逼！男主听说废墟近期不断有人失踪，于是他便带着丽兹来此查看。虽说这种地方有人消失不奇怪，但他担心万一是他放出来的史莱姆在作怪，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很严重。而且正好这附近有家冰店，正好可以带丽兹过去品尝一下，这简直就是一举两得的事。哪曾想刚刚放跑的男人就是冰店老板，而且这家冰店也是组织的据点。看到男主后，他的心瞬间拔凉拔凉的，他以为男主是故意放他回来的，于是他便准备立刻关门打烊。见店铺关门，丽兹还想破门而入，好在男主及时制止了他。殊不知里面的男人此时紧张的瑟瑟发抖。回到站
团后，男主依旧担忧史莱姆的事，随即他便询问丽兹，西朵莉什么时候会回来。见男主关心其他人，他便有些吃醋，当即便提出他也能为男主效劳。听闻男主只想要魔法生物的知识，这也彻底打消了丽兹想帮忙的想法。但由于西朵莉这次带了很多器械，所以丽兹猜测他应该还需一段时间。随即男主只能内心不断祈祷对方赶紧回来。此时秘书进来向男主汇报白狼巢穴的工作，虽然亚克还没回来，但是史威等人已经先进入白狼巢穴了，而且还有一大部分的人已经在集结了。与此同时，空界之塔内，所有人都震惊男主的恐怖，没想到男主竟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废墟的据点，众人也不知接下来如何是好。却不料索菲亚居然提出开战，即使对方有等级8的男主，可他也有把握能战胜，毕竟他也想试试自己构建的防御系统如何。他想让男主等人团灭，这样的话消息就不会透露出去。而老头也赞成了他的想法，既然已经被男主发现了他们的踪迹，那么也就没有办法毫发无伤全身而退了。接着他也将指挥权全权交给了索菲亚。另一边战团里也早已人山人海，这是因为战团要与探险合作，一起去白狼巢穴一探究竟。更是听说男主原本竟要派等级7的亚克去，这也意味着这个等级3的宝藏店非常不对劲。不过亚克的队伍不在帝都，所以聚集在这里的都是替代人选。此时男主也闻讯赶来，可他也没想到秘书居然会安排这么多人。他明明之前是想把这件事塞给亚克来着，也是因为亚克不管什么事都会笑着完成，而且他也担心这么多人会浪费许多经费，于是他便打算派一半的人去。听到一半一词后，所有人都显得惊慌失色，毕竟原来是打算派亚克去的地方，这也吓得男主怀疑起白狼巢穴出什么大事，却不曾想秘书突然让他发言。男主则是提出仅仅是等级3的宝藏店，所以大家根本不需要如此惊慌。但听到秘书说卡克提供经费后，他也决定让所有人一起去，毕竟这么多人去，就算没有任何成果也不关他事。くだらない私だったら半分どころか一人でも行ってみせる。フライジャーの要求はいつだって高いけど、文句なんてあるはずない。随后他便跳到男主跟前，表示自己和蒂诺接下这个委托了，却不料男主直接将其拒绝了。不管对方如何撒娇，男主都毅然决然地回绝了。毕竟他知道，如果丽兹过去的话，不用想也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。接着秘书也希望男主在场指挥。听到这话后，所有人都放下心来。要知道，男主可是他们口中唯一的等级8猎人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都只是他们的臆想而已。没实力的他才不会去那么危险的地方。随即他便想到了能保住自己面子的主意，于是他表示自己会去。不过现在他又要事在身，处理完事后他会尽快赶过去，而在那之前指挥权就交给史威就行了。殊不知男主心里想的是等事情搞定了，他在悠哉的去查看状况。结束会议后，丽兹一直追着男主，使得男主只能说有其他事交代给他来搪塞他。要是如果不这么说的话，他肯定会拉着蒂诺管自己跑过去。突然一旁的人来询问男主有没有注意事项，这也正好让男主可以提出史莱姆的事。他让大家都小心一下史莱姆。与此同时，得知帝都派出很多人后，空界之塔的人再次陷入恐慌，他们还是担心对手是男主，更何况万一男主的探灵小队来的话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可索菲亚却不以为然，他对自己的防御系统非常的自信，更何况现在帝都加上男主也只有3名探灵的成员，而且对付丽兹他已经有对策。至于男主，只要没有其他成员在，他这个首脑也不能发挥全部实力，唯一棘手的点就是西朵莉。但西朵莉是索菲亚的宿敌，他无论如何都要击溃西朵莉，所以他一定要构建出一个能制胜他的系统。画面一转，史威也没发现这个宝藏店有什么异常，并且认为这种程度根本不需要他们来。但突然他的传音室发来传讯，随即他便让队员们吹响哨音，然后去外面等候支援。出来后有人不悦史威没有什么情况，却吹这种紧急哨，他们还非常不屑史威说小心史莱姆的消息，并戏谑地说史威竟然不相信临场的判断，而是愿意相信在镇上摆架子的男主的话。但史威却表示自己只是出于好心才鸣笛的，要知道如果是探灵小队在这绝不会鸣笛，毕竟男主一定会认为没问题。而丽兹或陆克对于弱小的家伙没兴趣，但史威的队伍却不愿意放任伤亡发生，这有违他们小队的作风。如果对方要去送死他也不拦着，可对方却认为这种地方根本不会有史莱姆，更何况史莱姆是最低级的怪物。无语的史威也只好将以前的事说给他们听。男主曾经提出要一起去赏花，但却还要大家带着武器去。当时男主赏花的地方却一瞬间变成了宝藏店，所以在他心中男主能预知未来，而且他花大价钱买传音室也是为了尽快获得情报，毕竟男主给出的情报值这个价钱。可男主却还在考虑什么时候出发，丽兹则是在一旁不停的催促，却不曾想西朵莉突然回来了。他尽早回来的原因是有不好的预感，他认为对方是很强大的敌人，所以得在对方势力增强之前将其击溃才行。男人怎么也没想到，团长说要小心的史莱姆居然是个这么强大的怪物，不仅免疫一切魔法，连物理攻击也对其造成不了半点伤害。本以为用专杀史莱姆的药水能将其毒死，结果没想到依旧是毫发无伤。传话的部下这才想起来，男主说的是类似史莱姆的魔物。就在刚刚，史威得知了男主没来现场，只是让带了个注意史莱姆的话来，于是他召集众人开始商讨关于消灭史莱姆的办法。由于普通的史莱姆太过弱小，基本没有猎人懂专门的方法，全都是一脚就将其踩死。这时有个莽夫站了出来，表示根本不需要听男主吹牛，直接进去白狼巢穴调查就完事了。结果其他人全都当他是傻子，只觉得他会是第一个领盒饭的人。不服气的莽夫只能自己去巢穴调查。接着又有一个女孩举手，表示自己是炼金术师，跟西朵莉一起研究过史莱姆，并且西朵莉还做了能专门杀死史莱姆的药。
有了这要让史威都安心了不少。结果调查部队搜了一天的白狼巢穴，除了之前碰到的异常幻影之外，并无其他问题，这让史威都不得不怀疑这次是不是男主预判错了。连白天的莽夫都更加质疑，认为全都是男主瞎说影响调查进度。然而就在他去营地附近尿尿时，突然一声狼嚎吸引了莽夫的注意力，他误以为有狼骑士从洞穴跑了出来，立马循着声音去查看，没想到撞见了天空之塔。看他们打算给狼骑士注射药物，莽夫立马冲了出来，一脚踢飞一个，另一个魔法师发动火球魔法，也被莽夫用小盾挡了下来，再将其一拳击飞。正当他抓起刚踢飞的那人，打算审问他们在干什么时，另一个人已经趁机将药物注射进狼骑士体内。只见狼骑士身躯开始逐渐融化，变成了只会追寻高魔力浓度的史莱姆型狼人。好在关键时刻，莽夫吹响了口哨，让不远处的史威察觉到了不对劲，立马召集全员警戒，准备备战。就在他们都摆好架势准备大战时，身受重伤的莽夫跑了回来，还告诉众人男主说的都是真的，真有可怕的史莱姆。只见一只巨大的史莱姆缓缓朝众人爬来，魔法师们立马集火发射各自的攻击魔法。史威趁机让治疗师去治疗莽夫的伤势，然而魔法对史莱姆狼完全无效。暗いね。こいつのどこがスライムだよ。甚至连史威的6连射也没有效果，于是他找女孩拿了他手上的药水，打算用药水去解决史莱姆狼。就在史莱姆狼一跃而起，即将跳到史威面前时，史威将药水插在地上，史莱姆狼正好落到药水位置，瞬间体内不停爆炸。史威还以为能将其杀死，结果没想到史莱姆狼并没有炸开，毕竟它本是狼形魔物，所以并不算是史莱姆类。正当史威以为要死在这时，西朵莉终于赶到了现场，还吹捧说是男主让他来的，让众人更加崇拜男主的料事如神。接着西朵莉只是看了一眼，就看出了史莱姆狼的身体正在溶解，所以才会一直找高强度魔力来修补身体。于是他拿出一根抗魔钢朝史莱姆狼身上扔去，再让史威将抗魔钢击碎，竟瞬间让史莱姆狼完全溶解成一滩烂泥。之后协会部长也来到了现场，西朵莉正是坐他的马车才及时赶到。他告诉了众人关于天空之塔在做竞技研究一事，并且根据调查猜测，白狼巢穴的地下很有可能有大型装置存在，毕竟这样才能导致宝藏店发生异常。对方现在恐怕也是严阵以待，类似刚才的史莱姆狼魔物肯定不止一只。虽然背包已经没有抗魔钢，但西朵莉有十足的把握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能战胜天空之塔。